这届4我们会继续沿用上一届的为爱而战的主题，但是我们在此之上我们加了一个可以说是副标题吧，英文其实就是 Battle for Peace，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以武会友，或者说是与子同袍。因为这次我们打的是一个世界精英挑战赛，一方面是舞者们需要一个舞台去延续他们对街舞的梦想，因为世界级的街舞比赛实际已经停办了，到目前为止可能这届4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街舞大赛。其二呢，我会觉得从大的方面上来讲，不论身处怎样的困境，只要有能够去战斗的舞台，我就会打点行装，重装上阵，让自己对街舞的梦想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能够绽放。这是一种非常励志也非常有奋发拼搏精神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也是想通过今年这一季节目，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都不重要，但是大家对于梦想和理想的追求是一致的。今年整个赛制上来讲，应该说既有非常巨大的变化，也有相对就是复古的感觉。今年的海选到整个战队选人这个赛制是有非常大变化的，因为今年我们考虑到这是一场精英赛的原因，所有的选手是邀请到这个节目里面来，也就不存在过去的就是海选发毛巾这样的概念。我们把过去的4个街区变成了4个舞蹈房，这里面包含了有极限潮流房，有中国风的舞蹈馆，还有潮音工厂，还有生态大使馆，这样的4个场馆。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一场里面，首先要让中外的舞者更加熟悉彼此，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融合了世界上各个顶级的街舞比赛赛事的这么一个赛制，这里面既有 freestyle battle， 也有编排好了作品的对抗。然后呢，我们是把整个一个对抗的舞台套用了一个中国象棋的概念，是楚河汉界，两方争霸，这是我们海选的赛制。此后几乎每一集都不一样。其实我们邀请的全部都是世界各国最起码在本国拿到过顶级赛事就是决赛权的舞者，也就是说是精英中的精英，大师中的大师。第二个呢，是我们也有意识的邀请了一些来自于国外的编舞师和国外舞团的成员，因为国外的编舞师、美国的编舞师和日本的编舞师，他们其实编舞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和中国的编舞师也完全不同，所以编舞师本身能够看出世界各国不同街舞文化感觉。我们有意识地也放了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舞者，目的是希望国外的很多的年轻舞者也能看到，尽管这个舞台上有非常顶级的选手，这一次你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勇气，你们也可以去跟全世界最顶级的裁判级舞者进行同台竞技，输赢本身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其实最大的困难是在于，其实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赛事至少提前了有6个月到9个月就行。首先你需要去向他本人发出邀请函，这个邀请函办完以后呢，还得去选择当国所在的大使馆去办签证，来来回回在沟通成本主要的这一块。然后呢，出于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的原因，他们到中国来接受隔离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国外选手他相应比较熟悉的餐食，还是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得另外准备。然后第3个就是说，如果是录像现场的话，就是个翻译的问题了。其实我们这次在海选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同声传译的方式。如果只是队长跟队员之间进行沟通的话，同声传译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法国的舞者要跟一个日本的舞者进行沟通的话，同声传译就很成问题了，因为就是你需要一个法文翻中文，中文再翻日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直接法文翻日文的翻译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放弃了同声传译的形式。但是好就好在就是说，舞蹈本身是可以说是不需要语言的。当他们比如说就一个比赛的规则发出疑问的时候，中国的舞者只要去大概演示一下我们是怎么比的，他们就立刻明白了这个赛制是怎么回事，它需要表现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舞蹈的方式来进行一些交流和沟通。它虽然是个困难，但是我觉得节目呈现的最终效果一定是比较好的。新组合本身呢，我就一个个说吧。先说新加盟的 Harry 队长吧。Harry 队长其实他虽然也看了很多的视频节目，了解了我们的选手，但相对来讲还是白纸一张，他没有跟任何一个场上的舞者有过交流。但是比较令人惊喜的是，他的 popping 能力是非常强的，在我看来，也受到了很多 popping 舞者的认可。然后他的各种比较亲切的表达和比较有亲和力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很多舞者喜欢的。然后韩庚队长其实是老家长又回来了，就是他其实对于，而且这次我不能剧透太多，我感觉韩庚队长很多的那个海选的时候考核的舞者，堪称是天命之选。但是我们其实是一种完全随机的方式，所以这个会给人印象很深。然后一博队长其实他还是相对来讲在old school的圈子里面是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知道就是这个比赛应该怎么比的一位队长。他就是在整个一个阶段里面，既完成了跟舞者们交朋友，然后去了解他们的舞种，同时又制定了他自己的出战逻辑的这么一套对战的顺序和模式。那一星队长是因为我们随机抽取的原因，我印象当中他接到里面的国外舞者应该是最多的。我们虽然现在配有翻译啊，但是在双方的语言沟通的上面出现了不少
特别有趣好玩的一些画面。然后完了之后，他们是采取一个 cypher 的方式，使得全场气氛变得更融洽一些。所以这一场里面是既有非常有趣好玩的对话，同时又会有比较温馨和比较热闹的一些场面。这个是今年4个队长在至少在已经录像的部分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次的体验应该讲就是一个精英赛的体验。如果用足球比赛打比方的话，可能你们就会看到的是最顶级的欧洲杯、世界杯，因为我们这一次不管是中国的舞者还是国外的舞者，都请的是能力非常强的。他们不但会给观众带来高水准的舞台表演，同时还是风格各异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会看到不同的就是舞者之间相互的人物关系，像肖杰有跟他关系非常好的 Gogo Bro 的兄弟，他也是会来到现场。然后第三个比较重要的看点是在于就是中外街舞如何融合，跟我们以前做的跨舞种还不一样，跨舞种是不同舞种的融合，但在这个节目里面是同一个舞种不同风格的融合，所以这一季我觉得作品应该也是4季以来好作品会最多的，既有个人作品也有团队作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点。另外一点，最后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节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舞者都非常的热情和好客，他们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他们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来迎接这些国外的朋友。他们之间虽然是对手，但绝对不是敌人，他们其实是非常好关系的一群人。然后国外的舞者，他们同样是非常纯粹的一群人，他们同样对于自己热爱的东西抱有一种很强的执念，在这一点上，他们跟中国的舞者一点上是相通的。其实今年欧洲杯的主题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欧洲杯的主题曲里面讲的就是。不管我们来自哪里，哪怕你从废墟中走来，或者你从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走来，最终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自己，是那种感觉。